俄罗斯自古以来就不是地缘强国，只是苏联把俄罗斯带到了它本不该有的高度。近期，俄罗斯军方宣布放弃维修库兹涅佐夫这艘唯一的俄罗斯航母，再次坐实了上面这句中文互联网上对俄罗斯的论断。对俄罗斯来说，更糟糕的是，就连他昔日的国际小迷弟阿塞拜疆也倒戈向西，出兵支援乌克兰。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更是退出独联体货币组织，倾向中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俄罗斯从上世纪的超级大国混到了如今连航母都修不好的地步？俄罗斯今日的沉沦又能够给今天的中国带来怎样的经验和教训？提起俄罗斯，中国的朋友们最先想到的或许还是 T-34坦克的钢铁洪流，还有喀秋莎火箭炮的炮火洗地，仿佛俄罗斯还是那个能和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可你想过没有，这些关于俄罗斯很强大的想象，十有八九都是苏联留给俄罗斯的遗产。至于苏联之前那个历史时间更漫长的俄罗斯究竟怎么样，几乎很少有人能想起。苏联的缔造者列宁曾给过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评价：俄罗斯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列宁如此瞧不起他的祖国？难道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很拉胯吗？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列宁绝对比任何一个中国人更懂俄罗斯。他意识到俄罗斯很弱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决定的。不信就看看地图，俄罗斯在哪里？它既是欧洲的边缘，也是亚洲的边缘。这个国家大部分领土都在高纬度的西伯利亚，终年冰天雪地，几乎80%国土都不是人类的宜居地带。就连俄罗斯最精华的欧洲地带也是冬长夏短，零下30-40度是家常便饭。再看看俄国的历史，几百年的沙皇专制就是沙皇一个人说了算，老百姓没有发言权。这种制度能培养出什么样的民族性格？除了服从和恐惧，会有创新吗？会有启蒙吗？别看19世纪的俄罗斯在欺负清朝时张牙舞爪，但无论是克里米亚战争中面对英法，还是日俄战争中面对刚崛起的日本，都是被打得落花流水。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就更不必多说，国土被德国长驱直入，几百万士兵伤亡，工厂、农场全部停摆。社会的极端动荡才给了列宁这些共产党人革命的机会。这说明什么？说明俄罗斯历史上的强大从来都是表面的，是靠着庞大的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撑起来的门面，一旦遇到真正的考验，立马就露馅了。可能有朋友会问，既然历史上的俄罗斯这么弱，为什么后来的苏联能成为超级大国呢？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因素。2次世界大战把欧洲的传统强国都打残了，英法衰落了，德国被分裂了，中国被打得千疮百孔。在这种情况下，地处美洲孤岛的美国和地处欧亚大陆边缘的苏联才意外的崛起。但是要注意，这种崛起是建立在别人倒下的基础上的，不是因为自己真的强，而是因为别人更弱了。这就好比一群人因为流感都生病了，只有你没生病，你当然看起来最健康，但这不代表你的体质真的好。而2次世界大战给俄罗斯文明带来的意外之财，苏联也并没有守住。苏联的强大说到底是一种畸形的强大，他们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军工和重工业上，生怕有朝一日重新崛起的欧洲和中国会反扑，让自己丧失超级大国的位置。事实证明，苏联的担心是正确的。到20世纪80年代末，被世界大战打烂的欧洲和中国经济慢慢恢复过来，苏联因为地理位置、僵化体制而暴露出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欧洲、中国等旧大陆文明的衰落，让苏联和美国意外地获得了崛起的机会，而欧洲、中国的复兴也注定了苏联、美国先后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会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继承了庞大的军事遗产，一时间在军事这一个领域里，看似还有和美国掰手腕的实力。但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俄罗斯在继承苏联军事遗产的同时，也延续了苏联的扩张病。什么叫扩张病？就是俄罗斯虽然衰落了，但他还总觉得自己依然是超级大国，总想着要在世界各地显示影响力。可问题是，俄罗斯还有苏联的那个实力吗？欧洲和中国还是像2战和冷战一样，忙着内斗或恢复元气吗？俄罗斯初期的军事行动中，人们也经常能看到俄罗斯的胜利，比如2次车臣战争，其中第2次车臣战争奠定了普京在俄罗斯政坛内的强人位置。但这是什么性质的胜利？这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动用了几十万军队，
花了10年时间才镇压了一个只有130万人口的小共和国，但普京政府却将这种不对称的胜利宣传为重振俄国雄风，恢复大国地位。老百姓听了当然高兴，以为俄国真的再次伟大起来了。可实际上，早在车臣战争暴露的问题，比如装备落后、指挥混乱、士气低落，这些俄军的根本问题被深层的掩盖了。2008年，俄戈战争爆发后，俄军用5天时间击败了格鲁吉亚军队，但和车臣战争相似，俄罗斯用20万军队打4万平方公里的格鲁吉亚，本质上还是一种以强胜弱的战争。2015年，俄军介入叙利亚内战，靠远程空袭打击一些缺乏防空能力的反政府武装。然而，在叙利亚反对派做鸟兽散后，俄罗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帮助叙利亚彻底肃清反对派，派遣地面部队常驻叙利亚，将叙利亚变成自己在中东的一颗铆钉。这就为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去年的垮台埋下了伏笔，也证明了俄罗斯对自身实力、地缘局势有着严重的错判。直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发现自己花了3年的时间都拿不下一个小自己很多倍的乌克兰，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什么原因让俄罗斯能够在车臣、格鲁吉亚和叙利亚接连获胜，到乌克兰这里却不行了？因为乌克兰的地缘位置远不同于身居内陆的车臣、格鲁吉亚，这意味着乌克兰比这2个国家更容易拿到国外的援助，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涉。同时，乌克兰还在北约东扩的必经之路上，无论是北约还是俄罗斯，都把乌克兰当成自己预防对面入侵的一道屏障。这也就注定了俄罗斯和北约围绕乌克兰开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在收拾车臣、格鲁吉亚这些西方的非核心地带时，欧美尚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俄罗斯一旦敢碰乌克兰，西方就必然全力相助，因为这是一场关乎俄罗斯还是欧墨，谁主导西方秩序的问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然而，由于俄罗斯之前军备废弛、指挥涣散的问题，从车臣战争时期就没得到很好的解决。在临近乌克兰这场大考时，所有的问题几乎都集中爆发了。先是黑海舰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后来又是大批一线高官战死沙场，甚至声称马上光复的本土库尔斯克地区都过了1年了，至今还在乌军的手上。这个时候，俄罗斯才意识到，原来超级大国不是那么好当。原来战争不是想开始就开始，想结束就结束，他们再也回不去列宁、斯大林时期那个伟大的苏联时代。如今的俄罗斯不仅几乎丧失了黑海的制海权，就连俄罗斯唯一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也宣布彻底报废。航母在今天几乎是一个地缘强国的标配，俄罗斯放弃航母，也就等同于放弃了苏联红海军的全部遗产，意味着俄罗斯彻底失去了海外的投射能力，更失去了和美国角逐海洋霸权的资格。俄罗斯现如今的地缘环境究竟有多糟糕？就连一向被视为俄罗斯后院的中亚地区也受不住了。哈萨克斯坦带头退出了独联体货币组织，跟中国的贸易高达300亿美元，远超同俄罗斯的贸易。究其根本，是因为俄罗斯除了在前线不能取得进展外，经济实力也急速下滑。从去年开始，俄罗斯的军方就占 GDP 的 8%， 占政府财政的 40%。这种常态化的军费开支让俄罗斯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外贸和民生，所以中亚俄罗斯脱钩转而拥抱中国几乎是必然的。俄罗斯乃至中国国内很多对俄罗斯抱有好感的朋友们或许都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不是衰落了，而是回到了它本来该有的位置。想想看，除了苏联那70年，俄罗斯几乎就没有过叱咤风云的时候。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的俄罗斯，都是一个地区性的资源大国，一个世界各个博弈中的边缘人和旁观者。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弱俄时代的来临未必是坏事，因为一个半死不活的俄罗斯不仅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北方，还能够给中国带来一个稳定的资源、供应地和市场。这就像加拿大依赖美国一样，俄罗斯有朝一日也注定会成为中国的加拿大。所以俄罗斯是时候做好告别大国时代的准备了，也该重新认清一下自己的实力了。除了苏联留下的核武之外，俄罗斯已经没有资格再做北约或者中国的对手。历史不会因为怀念而倒退，时代不会因为眷恋而停滞，只有顺应潮流才能找到出路，只有面对现实才能赢得未来。不要钱免费送，俄罗斯领土4次被标上中国记号。在西方国家眼中，
俄罗斯前后4次给中国送领土，是在拉拢中国为同盟，可只有当事双方最清楚，4块领土是普京在偿还俄方欠下的债。俄罗斯的领土归还事件来龙去脉究竟是如何？为了领土权益，中国做出过怎样的努力？俄罗斯向中国开放远东部分地区使用权一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西方媒体猜测，中俄领土纠纷问题持续多年，如今在俄罗斯进退维谷之际，中国或许会加大力度，彻底解决问题。如他们所言，中国对于争议领土的态度从未改变，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定会要回来。但是乘人之危这种事，我们不屑于去做。事实上，通过友好谈判的手段，我们也已经从普京手里拿回了属于中国的4块领土。其中过程最曲折的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共同流经的黑瞎子岛。在1929年之前，这座岛屿都是中国地图上明确的标注点。明清时期，中央王朝还曾经在这里设置过监管机构。可就在1929年，趁着中国两党内讧、自顾不暇的机会，苏联强势介入，夺占黑瞎子岛，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的实控区。原本属于中国的岛屿上飘扬着苏联的国旗，原本安居乐业的中国渔民也被苏联军队强行赶走，不得不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做了军用和民用2个方面的开发。军用开发是建立哨所，派遣士兵长期守。哨所还能成为军事基地的支撑，并且为过往的苏联军队提供一定的补给。苏联人通过海路自北向南行进时，黑瞎子岛就成了他们重要的中转站。至于民用开发，那就不得不提农场建设。苏联境内的农用土地相比起国土面积来说，比例实在不算太大。庞大的冻土层、严寒的气候条件都会阻碍农业的发展，但是在岛上，这些制约因素都不存在。受到海洋气候的影响，苏联人开辟农场之后，他们的农作物生长就越发喜人，每年的丰收成果也极为可观。为了对岛屿进行持续开发，苏联政府还专门通过政策扶持，引导一部分苏联人来到此处长居，在这里生活繁衍。久而久之，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痕迹在黑瞎子岛几乎遍寻不见。旧政府的落后和无能，不该由新中国来买单。所以1964年，我们提出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归属权谈判问题。苏联的强盗行为只能暂时改变这座岛屿的使用权，没有改变岛屿的归属权。而且中苏两国也没有签订过任何与黑瞎子岛有关的割让条约，因此于情于理，我们政府都有立场要求苏联归还领土。道理虽然是这样没错，但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苏联这个贪心的国家可不愿意再吐出来。所以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避重就轻，试图引导中国转变话题风向，更想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来逼迫中国放弃谈判。当时两国的关系已经进入急转直下的阶段，所以中国也不再同他们客气，而是斩钉截铁地提出要求，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整整5年的时间过去，谈判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也诡异的没有终止。1969年，苏联政府突然表态，黑瞎子岛上的苏联人坚决抗议中国政府的行动。我们的财产被强盗夺走，我们要求对方还回，强盗却抗议我们不讲规矩，这贼喊捉贼之事让懂得尊严为何物的中国人目瞪口呆。中国不气馁，不退让，坚持继续谈判。既然我们的要求不能被满足，那谈判就不能停止。1991年，苏联解体，我们的谈判方就变成了俄罗斯。普京上台之后，俄方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普京是个人若犯我必犯人的狠角色。西方国家频繁对俄罗斯发起制裁，自然逼得普京内心的天平不断向我们中国倾斜。舔着脸与西方国家修复关系，甚至不惜出卖本国利益，这可能是叶利钦的作风，但绝对不会是普京的行为。远离欧美，他自然需要中国。想与中国交好，领土纠纷又是绕不开的话题。中俄谈判，他必须配合。一直到2004年，关于黑瞎子岛的谈判才终于宣告完结。俄罗斯政府同意归还一半岛屿，所有军民即刻撤出圈出的171平方公里的土地。2008年，一块界碑在这里出现，事情落下帷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拉扯，我们终于取得了初步的成功。2015年，我们还在黑瞎子岛上本国控制的这一边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积极发展生态型绿色经济。除了黑瞎子岛之外，俄罗斯还在之前3次归还中国领土。1992年，俄罗斯刚刚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统治秩序还不稳定，处于前有狼后有虎的阶段。而中国基本已经稳定了，开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俄罗斯不敢像过去的苏联轻视中国一样轻视我们，相反，他们还得向中国示好，以期获得稳定的邻国环境。因此，
他们将东北边境的9平方公里强占土地归还给中国，也借此和中国达成了关于中俄发展的一致意见。第二次归还，第2年的东部边界的补充协定中有所记录，远东地区的5平方公里土地，他们也答应还给中国。这个地方接近吉林，曾经是我们的东北黑土地。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在计划着与我们开展双边点对点互动，也积极推动高层往来。所以归还领土的举动本质上也是在为他们的建设目标而服务。1997年第3次归还来了，哈桑边境的约10平方公里的领土自此也回归了祖国的怀抱。这一年发生的2件大事都让我们欣喜不已，一件是俄罗斯归还我们土地，另一件事就是我们从英国手里把香港给收了回来。7月1日0点，5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昭示着大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当你获得成就时，身边那些坏人好像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好人。从前那些想方设法也做不到的事情，现在也成了光荣不当中的一笔。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一共向中国归还了4笔领土，普京也算说到做到，让人侧目。回想起几十年前毛主席为中国领土所做的努力，真是让人感慨万千。那是1950年，毛主席出访苏联，与斯大林展开了一场艰难的谈判。此时的新中国在强大的苏联眼中就是个不足挂齿的小鱼小虾。对于毛主席提出的苏联非法侵占我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的态度也相当敷衍，常常在谈判中顾左右而言他，对我们极其不尊重。几次碰壁，毛主席倒也不在意，他想做到的事，他就一定能百折不挠。他多次主动寻找斯大林，要求对方正视中国作为平等国家的诉求。斯大林被他烦得不行，甚至还做出了谎称身体有恙，逃避双方会面的举动。管你什么借口，我自有我的主张，这是毛主席的决心。经过5年的努力，我们在1955年收回了旅顺和大连，全国人民为之振奋。此后的中苏蜜月期，因为需要苏联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所以中国暂时退了一步，避免提出敏感问题。到两国关系恶化之后，我们才又摆出立场，把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做完。一寸山河一寸血，荡气回肠的抗争史从来都值得我们骄傲。据统计，俄罗斯侵占的中国领土面积多达150万平方公里，所以即使他们已经多次归还，也仍旧还欠了我们很大一笔债务。收复领土之事，如今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一使命不会因为中俄两国的关系而有所变化。不管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建交国家，还是有着深度利益绑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领土争议都是不能混淆的重点问题。在俄罗斯处境并不理想之时，西方国家预测普京政府有可能会通过再次归还中国领土的行为获得中国更大力度的支持，或者他们会提出与中国结盟，将争议领土变成两国共同开发的土地资源。简单来说，他们会以土地为筹码，向中国交换支援资金或者军工物资。只要中国愿意对他们做出行动上的直接支持，他们就能在归还问题上点头。这一可能性，我国政府不能接受。事实分明，注意边界，这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规则。用中国的领土换中国的物资，这不是规则范围内的正当行为。况且，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从来都是中立，我们不站队任何一个国家，更不会像美国那样用尽手段助推战争。尽快解决冲突，回归和平局面，这才是中国的愿景。至于领土该争取的，我们还得继续争取。中国人民的诉求一直都是俄罗斯必须全部归还中国领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还需继续努力。